奥德利夫人的秘密。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第7章。1年以后，乔治·托尔博伊斯守寡的第1年过去了，他帽子上的宽边黑纱变得灰暗破旧。8月炎热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仍像去年一样，坐在无花果树庭院那安静的房间里抽着雪茄。去年，他遭受了生命中最沉重的打击，周围的一切，无论大小，似乎都浸透了他深切的悲伤。然而，这位昔日的龙骑兵在过去的12个月里挺过了他的不幸，而且，尽管说起来有些残酷，他看起来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糟。天知道那场痛苦的失望在他内心深处引起了怎样的变化。天知道，当乔治在无数个不眠之夜想起那个被他抛下去追逐他永远无法分享的财富的妻子时，那些徒劳的悔恨和自责的痛苦又是如何折磨着他那颗诚实的心。有一次，当他们在异国他乡时，罗伯特·奥德利斗胆祝贺他精神状态有所恢复。乔治苦笑了一下。你知道吗，鲍勃，他说，我们在印度受伤的同胞们身上带着弹片回到了家。他们从不谈论这些，表现得坚强而有活力，看起来也许和你我一样好。但是，气候的任何一点微小变化，大气的任何一丝细微波动，都会让他们旧伤复发。痛苦如同当年在战场上一样。我受伤了，鲍勃，我身上也带着弹片，而且会一直带着它，直到我生命终结的那一天。春天，旅行者们从圣彼得堡回来了，乔治又住进了他老朋友的家里，只是偶尔会去南安普敦看望他的小儿子。他总是给他带去玩具和糖果，但尽管如此，小乔吉始终没有和父亲太亲近。当年轻人开始觉得连儿子也要失去他的时候，他的心都碎了。我该怎么办？他自言自语。如果我把他从他外公身边带走，我会伤了他的心。如果我让他继续和外公待在一起，他长大后会和我疏远，而且会更喜欢那个虚伪好酒的老头，而不是他自己的父亲。可是，像我这样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龙骑兵，又能怎么照顾一个孩子呢？除了抽雪茄和整天无所事事的把手插在口袋里，我还能教他什么呢？就这样，乔治在《泰晤士报》上看到妻子讣告的那个8月30日，转眼就过了1周年。于是，他脱下了丧服，摘掉了帽子上的黑纱，把那些黑色的衣物收进了一个箱子里。箱子里还放着妻子的一叠信和他去世后剪下的那绺头发。罗伯特·奥德利从未见过那些信，也没见过那绺柔顺的长发。当然，自从在文特诺得知妻子去世的全部细节那天起，乔治也再没有提起过亡妻的名字。我今天就给我的表妹艾莉西亚写信，乔治，这位年轻的律师在同一个8月30日说道。你知道后天就是9月1日了吗？我写信告诉他，我们要去奥德利庄园打1个星期的猎。不也等的啦，不易的地斗，鲍勃，你自己去吧，那里没人等我，我宁愿把自己埋在无花果树庭院，只有我的狗和金丝雀作伴。不，乔治，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可是我不喜欢打猎。你以为我喜欢吗？罗伯特带着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天真叫道。得了吧，老兄，我连鹧鸪和鸽子都分不清，而且对我来说，4月1日和9月1日没什么区别。我这辈子连一只鸟都没打死过，倒是经常因为枪太重而伤了肩膀。我去埃塞克斯只是为了换换空气，吃点好的，看看我叔叔那张诚实高贵的脸。而且这次我还有另一个目的，因为我想见见我那位
品德高尚的新婶婶。你陪我去吗，乔治？如果你真的希望我去的话。他最初那阵剧烈的悲伤过去后，剩下的沉郁使他像个孩子一样温顺，完全听从朋友的意愿，愿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既不从中获得乐趣，也不给别人带来欢乐，只是带着一种绝望的、沉默的、顺从的、不引人注意的、符合他单纯天性的隐忍，加入到别人的快乐之中。然而，他们收到了艾莉西亚·奥德利的回信，信中说他们俩不能去奥德利庄园。这里有17间空房。这位年轻女子用急促而愤怒的笔记写道：但是，我亲爱的罗伯特，你们还是不能来，因为米莱迪突发奇想，说他病得太重，不能会客。他和我一样健康，而且他不能允许绅士。他说他们是粗鲁的男人出现在家里。请代我向你的朋友托尔博伊斯先生道歉，并告诉他，爸爸希望在狩猎季节见到你们俩。这位夫人的装模作样和反复无常，阻止不了我们去埃塞克斯。罗伯特一边说，一边把信卷起来，准备用来点燃他那巨大的海泡石烟斗。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了，乔治。奥德利有一家很棒的客栈，而且还是个钓鱼的好地方。我们去那里待1个星期。钓鱼比打猎好多了，只需要坐在岸边看着鱼竿就行了。通常钓不到什么东西，但我发现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一边说，一边把卷起来的信举到壁炉里微弱的火苗上。但他似乎改变了主意，又把信展开，用手抚平了褶皱的纸。可怜的艾莉西亚，他若有所思地叫道，这样轻慢地对待他的信是不公平的，我要把它保存起来。说完，罗伯特·奥德利先生把信重新塞回信封，然后把它放进书桌上一个标有重要字样的格子里。天知道那个特别的格子里放着什么了不起的文件，但我认为它不太可能装有什么具有重大司法价值的东西。如果在那个时候，有人告诉这位年轻的律师，像他表妹这封短信这样简单的东西，最终会成为他一生中唯一经手的案件里那条慢慢形成的可怕的证据链中的一环，也许罗伯特·奥德利先生会比平时更频繁地挑起他的眉毛。于是，第2天，这2个男人带着一个旅行箱和钓鱼用具离开了伦敦，前往那个混乱、古旧、颓败的奥德利村，即使赶到太阳客栈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奥德利庄园离村子大约1公里，正如我先前提到过的，它隐藏在一个深谷的底部，四周环绕着茂密的树林。只有一条2旁绿树成荫、保养得如同绅士公园里的大道一般的小路才能通往庄园。对于像以前被称为露西·格雷厄姆的那位活泼女士来说，尽管这里景色质朴优美，却也相当阴沉。但是，慷慨的从男爵已经把这座古老的灰色宅邸内部改造成了一座适合他年轻妻子居住的小宫殿。而奥德利夫人似乎像个孩子一样，被那些崭新昂贵的玩具包围着，乐在其中。在她最风光的时候，就像她以前当家庭女教师的日子一样，无论她走到哪里，似乎都带着阳光和欢乐。尽管艾莉西亚小姐对她继母的孩子气和轻浮表现出明显的不屑，但露西却比从男爵的女儿更受人喜爱和钦佩。正是这种孩子气，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无法抗拒的。奥德利夫人苍白的脸庞带着孩子般的天真和坦率，这种气质也通过她那双蓝色的大眼睛流露出来。粉红色的嘴唇，小巧的鼻子，一头浓密的金色卷发，所有这些都赋予了她的美丽一种极致的年轻和清新。据说她有20岁，但看起来不超过17岁。
他那纤弱的身体喜欢裹在厚重的天鹅绒和沙沙作响的硬挺丝绸里，直到看起来像个为化妆舞会打扮的小女孩，仿佛刚刚走出校门一般稚气。他所有的消遣都是孩子气的。他讨厌阅读和各种学习，却非常喜欢有人陪伴。他宁愿和菲比·马克思待在一起，也不愿独自一人。他喜欢躺在更衣室里一张豪华的沙发上，谈论未来某个派对上的新衣服，或者和那个女孩一起坐在垫子上聊天，珠宝盒放在旁边，迈克尔爵士送的礼物放在他的裙摆上，一边竖着一边欣赏着他的宝贝。他曾在切尔姆斯福德和科尔切斯特的几次公开舞会上露面，并立刻被公认为当地的第一美女。他对自己的优越地位和美丽的宅邸心满意足，所有的奇思妙想都得到满足，所有的任性要求都被纵容，无论走到哪里都备受钦佩和宠爱。对她那位仪表堂堂的丈夫也颇为依恋，拥有相当丰厚的零用钱，又没有穷亲戚来向她要钱或求情。在埃塞克斯郡，很难找到比露西·奥德利夫人更幸运的人了。两位男士在太阳客栈的私人客厅里，把午餐后的闲谈延长了。窗户敞开着，乡间的清新空气在他们用餐时轻拂着脸庞，气温宜人，树叶已初显秋意，有些田地里金黄的麦子依然挺立，另些田地里则刚刚被闪亮的镰刀割倒。而在狭窄的小路上，由胸膛宽阔的马匹拉着的大车正把谷物运回家。对于任何在伦敦度过炎炎夏日的人来说，初次接触乡村生活都会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近乎感官陶醉的愉悦。乔治·托尔博伊斯感受到了这一点，这是他自妻子去世以来第一次体验到接近快乐的感觉。他们吃完饭时，钟敲了5下。戴上帽子，乔治，罗伯特·奥德利说。奥德利庄园要到7点才开晚饭，所以我们有时间溜达到那里，看看房子和里面的人。客栈老板端着一瓶酒走进房间，听到这话抬起了头。请原谅，奥德利先生，他说。但如果您想见您的叔叔，现在去奥德利庄园也是白跑一趟。迈克尔爵士、米莱迪和艾莉西亚小姐都去乔利看赛马了，要到8点左右才会回来。他们回家必须经过这里。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没有理由去奥德利庄园，于是2位男士便在村子里闲逛。参观了古老的教堂，之后又去查看了他们第2天要钓鱼的小溪，就这样愉快地消磨着时光，直到7点多，大约7点1刻，他们回到客栈，坐在一个敞开的窗户旁，点燃雪茄，开始欣赏宁静的景色。每天都能听到乡间发生的谋杀案，残忍而奸诈的谋杀。因亲近之人投毒而导致的缓慢而持久的痛苦，因野蛮殴打而造成的突然而猛烈的死亡。凶器来自某棵生长中的橡树上砍下的木桩，那树荫曾虚假地预示着和平。在我所写的这个郡里，有人给我看了一片草地，在一个宁静炎热的星期天晚上，一个年轻的农夫杀害了曾经爱过他并信任他的姑娘。然而，即使是现在，尽管那里发生过如此可怕的行径，那个地方看起来依然和平。即使在七面中区最糟糕的小巷里发生的任何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也同样在这个宁静质朴、充满甜蜜气息的环境中重演过。然而，我们依然用温柔的笔触描绘它，并带着一种近乎忧郁的感觉，将它与和平联系在一起。
当轻便马车、单座双轮马车、马拉双轮轿车和简陋的农夫敞篷马车开始在村街上颠簸行驶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当一辆由4匹马拉着的敞篷马车突然停在摇晃着标示着太阳客栈名字的招牌下时，夜幕已经完全降临了。停在小客栈门前的是迈克尔·奥德利爵士的4轮敞篷马车，其中一匹领头马的碗具出了问题，前面的马夫下了车去修理。天哪，是我叔叔！罗伯特·奥德利在马车停下时叫道：“我去跟他说话。”乔治又点燃了一支雪茄，躲在窗帘后面，观察着那群人。艾莉西亚背对着马匹坐着，尽管光线昏暗，他还是看出她是一位美丽的黑发年轻女子。但是奥德利夫人坐在马车离客栈较远的一侧，她甚至没能看清那位她听过许多传闻的金发美女。哇，罗伯特！迈克尔爵士一看到侄子从客栈里出来，便叫道：“真是个惊喜！我不是来奥德利庄园打扰您的，亲爱的叔叔。”年轻人在从男爵用他特有的热情与他握手时说道：“埃塞克斯是我的故乡，您知道，每年的这个时候，我总会有些思乡之情，所以乔治和我来到客栈，打算钓几天鱼。乔治，谁？乔治·托尔伯伊斯。什么？他来了？艾莉西亚问道。我很高兴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很想认识这位年轻英俊的官夫。真的吗，艾莉西亚？他的表哥问道。既然如此，看在老天的份上，我去把他找来，立刻介绍给你。然而，奥德利夫人以一种孩子气且不假思索的方式，完全控制着她那位忠诚的丈夫，以至于从男爵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把目光从妻子美丽的脸庞上移开。因此，当罗伯特正要走向客栈时，露西只需微微挑起眉毛，带着一种迷人的厌倦和惊恐的表情，便让她的丈夫明白，她不希望因为介绍乔治·托尔伯伊斯先生而被打扰。别着急，鲍勃，他说，我的妻子在度过了如此愉快的一天后，有点累了。明天带你的朋友来吃晚饭，这样艾莉西亚和他就可以认识了。过来跟奥德利夫人打个招呼，然后我们继续赶路。米莱迪实在太累了，只是勉强挤出一个甜美的微笑，向他的阴直伸出一只戴着小巧手套的手。明天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带上你那位有趣的朋友好吗？他用低沉而疲惫的声音说。他一直是赛马场上的焦点，为了吸引半个郡的目光，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奇怪的是，他竟然没有对你发出他那没完没了的笑声。艾莉西亚从马车门口探出头来，向罗伯特道晚安时小声说：“但我敢说，他会留着他，明天再来取悦你。我猜你已经像其他人一样被他迷住了。”年轻女子带着恼怒的语气补充道：“她的确是一位可爱的女士。”罗伯特带着克制的钦佩低声说：“哦，当然，嗨，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对一位女士说句客气话，罗伯特·奥德利。我很遗憾地看到你只懂得欣赏瓷娃娃。”可怜的艾莉西亚曾多次就他表哥那奇特的性格与他发生过小小的争执。这种性格虽然让他能够完美的满足于生活，并默默地享受生活，却完全阻止了他对任何事情产生一丝热情。他坠入爱河的可能性，年轻女子有时会想，简直是荒谬可笑。如果世界上所有的神奇都排在他眼前，等着陛下扔出手帕，他只会微微挑起眉毛，然后告诉他们把它捡起来。
但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罗伯特几乎表现出了热情。她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乔治。当马车离去，他与朋友重逢时说道：“多么蓝的眼睛，多么美的卷发，多么迷人的微笑，多么精致的头饰。所有这一切都被一颗宁静的心所笼罩，闪烁着湿润的光泽，从一片薄纱云雾中浮现出来。”乔治·托尔博伊斯，我感觉自己像法国小说里的主人公，我爱上我的婶婶了。官夫只是叹了口气，用力地把雪茄烟雾从敞开的窗户里吐了出去。也许他正在回想那个遥远的时代。事实上，那不过是5年多以前的事。尽管对他来说，那仿佛是永恒的过去。那时他遇见了那个仅仅3天前他还为之戴着黑纱的女人。所有那些逝去却难以忘怀的情感又回来了，回到了最初产生它们的场景。他又一次和他的军官同伴们一起，懒洋洋地待在那个破旧海滨小镇的破旧码头上，听着一支令人沮丧的乐队演奏。乐队里有个号手吹的音调比标准音低了1个半音。他又听到了那些古老的歌剧咏叹调。他又一次踉踉跄跄地向他走来，挽着年迈父亲的胳膊，假装带着一种迷人而可爱的、半认真半滑稽的做作神情，在听音乐，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半打目瞪口呆的骑兵少尉的钦佩。他又一次感受到那种印象，觉得他美得不像凡间之人，不食人间烟火，接近他就意味着上升到更高的境界，呼吸更纯净的空气。从那一刻起，他就成了他的妻子，他儿子的母亲。他现在躺在文特诺那个小小的墓地里，而仅仅1年前，他还为他定制了墓碑。当他沉浸在这些思绪中，坐在黑暗宁静的房间里时，无声的泪水悄然滑落到他的背心上。奥德利夫人回到家时实在太累了，便推说不是，没有上桌吃饭。立刻回到了自己的更衣室，由他的女仆菲比·马克思伺候着。他对待女仆的态度有些反复无常，有时会向她倾诉各种心事，有时又显得相当矜持。但她作为女主人却很康劳，那姑娘也没有理由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那天晚上，尽管疲惫不堪，她的心情却非常好。兴致勃勃地向菲比讲述了赛马的经过和到场的宾客，细节无一遗漏。我累坏了，菲比，他过了一会儿说，我担心在这么强烈的阳光下待了1天，我的样子一定很难看。奥德利夫人站在镜子前解开连衣裙的纽扣，镜子两旁各点着1支蜡烛。她用明亮清澈的蓝色大眼睛凝视着女仆，粉红色的孩子气的嘴唇撅成一个微笑。您脸色有点苍白，米莱迪，女仆回答说，但我看您还是和往常一样美丽。当然，菲比，她说，往椅子上一坐，把卷发拨向女仆，女仆手里拿着梳子，准备为她那美丽浓密的秀发做晚间的梳理。你知道吗，菲比？有人说你和我长得很像。我也听说了，米莱迪，女仆轻声回答，但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夫人您非常美丽，而我只不过是一个相貌平平的穷姑娘。绝不是这样，菲比，夫人非常肯定地说，你和我长得很像，而且你的五官非常漂亮，你唯一缺少的就是气色。我的头发是浅金色的，带着金色的光泽，而你的头发颜色很暗淡。我的眉毛和睫毛是深棕色的，而你的几乎，我不喜欢这么说，但它们几乎是白色的。亲爱的菲比，你的肤色是蜡黄的，而我是红润的。总之，只要1瓶染发剂，就像报纸上做广告的那种，再加1小罐胭脂，
你就会和我一样漂亮了。菲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以这种轻松愉快的态度谈论着许多无关紧要的话题，并取笑他在赛马会上遇到的人来逗女仆开心。他的妓女走进更衣室，向他道晚安，发现米莱迪和他的女仆正为当天的一件趣事开怀大笑。艾里西亚从未对下人如此推心置腹，他对米莱迪的轻浮感到愤慨，便退了出去。继续给我梳头，菲比，奥德利夫人命令道。每次女仆快要梳完的时候，我喜欢和你聊天。最后，就在他刚刚和女仆道别后，又突然把他叫了回来。菲比·马克思，他说，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是的，夫人。我想让你明天早上乘第一班火车去伦敦，替我办一件事。然后你可以休息一天，因为我知道你在城里有朋友。如果你照我的吩咐去做，并且替我保密，我就给你5英镑。是的，夫人。确保门关好了，然后过来，坐在我脚边的这个凳子上。女仆照做了。奥德利夫人用她那带着珠宝的白皙的手抚摸着女仆暗淡的头发，同时思索了片刻。现在听着，菲沃尔，我要你做的事情很简单。这件事非常简单，他只用了5分钟就解释清楚了。5分钟后，奥德利夫人回到了自己的卧室，舒服地躺在羽绒被下。她是个怕冷的人，喜欢沉浸在绸缎和皮草的柔软之中。亲我一下，菲比。当女仆拉上窗帘时，她说，我听到迈克尔爵士在前厅的脚步声了。你出去的时候会遇到他，你可以告诉他，你明天要乘第一班火车去给弗雷德里克夫人定做一件参加莫顿修道院礼服啊。第二天早上，奥德利夫人很晚才下楼吃早餐，那时已经过了10点。当她喝咖啡的时候，一个仆人给她送来一个密封的包裹和一个签收本。一封电报，他叫道，因为电报这个方便的词，当时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会是什么呢？她抬起头看着丈夫，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惊恐，仿佛害怕打开信封一样。信是寄给露西·格雷厄姆小姐的，地址是道森家，是从村子里寄来的。读吧，亲爱的，他催促道。别担心，也许没什么重要的。信是一位名叫文森特夫人的女士寄来的，她是介绍露西到道森先生家工作的老师。这位夫人病得很重，恳求她以前的学生去看望她。可怜的惹儿，她总是告诉我，我会成为她的继承人。露西带着一丝悲伤的微笑说道。他还不知道我的命运已经改变了，亲爱的迈克尔爵士，我必须去看望他。当然了，亲爱的，如果他在我的小宝贝困难的时候善待过他，就不应该忘记他有权分享你的幸运。戴上你的帽子，露西，也许我们还来得及赶上特快列车。你陪我一起去吗？当然了。亲爱的，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去呢？我就知道你会来的，他若有所思地说。你的朋友寄来地址了吗？没有，但他一直住在西布朗普顿的新月别墅，我相信他现在还住在那里。奥德利夫人只来得及戴上帽子和披肩，就听到马车驶进门口的声音。以及迈克尔爵士在楼梯脚下叫他的声音。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的套房是连在一起的，最后是一个装饰着油画的八角形前厅。尽管时间仓促，他还是故意在这间房间的门口停了下来，把门锁上，然后把钥匙放进了口袋。这扇门一旦关上，
就无法进入米莱迪的套房了。